大家好，党媒官媒再次合力的把王一博推上了热搜，而且为此还故意的创造出了一个相当新颖怪异、相当突兀别扭，还是以龙之名的新词汇出来。那么这次会是好事吗？同样离奇的是，赵岭的幸福大玩家一度被党媒央视捧上了云端，跟着呢却又被同款的操作手法客客气气的被拉下了云端。您又能看得出背后那以龙之名的国家大旗吗？这个世界很复杂也很简单，关键就是你的视角了。你的视角到底是站在了山巅看众生呢，还是站在了山脚仰望星空呢？深度加温度，新闻最专注。又红又专的中国电影报副总编辑张晋峰一直都特别喜欢把中国电影市场比作参天大树。现在他又隆重的推出了一个搞怪烧脑、奇离怪异的新词汇出来了，而且还跟王炸弟弟王一博息息相关。所谓树干如龙，如龙树干，这种说法您听过了没有呢？在新闻我的眼里，这种相当干瘪的新词造作，推敲一下的话，其实都是扯淡。党媒官媒有一个集体特征，就是吹捧你的时候，辞藻如猛药，让人喜大普奔，让人产生错觉。然后呢，转眼成空也是常事儿。昨天是正能量艺人，今天是过街的老鼠。这种的场景真的是响指一挥间。要说流年不利的赵丽颖也实实在在是深有体会的那一种，而且这种流年不利跟她的努力一点都没有关系，并不是她不够努力，而正是因为她的努力是太过努力了。幸福大玩家可以说是赵丽颖志在必得的第一部转型大作来的。然而呢，赵丽颖的转型之路突然之间变得遥遥无期起来了，而这种人为的阻碍，注定又是不容易被人察觉的那一种。因为赵丽颖转型成功的话，戏路得到最高认证和最大拓展的话，他的前途势必会光明，势必会坦荡的。然而呢，各种挤兑和滞后导致赵丽颖转型不畅的话，她的口碑也一定会备受争议，产生出骨牌效应，连锁反应的。因此，那些依旧跟90花、00花们争抢少女角色的对家们，肯定都不愿意看到赵丽颖继续一个人一骑绝尘。因此，清醒而且大胆的赵丽颖首部的转型大作《幸福大玩家》被人当机，被人 reset， 实实在在是超出了所有正常人的理解范畴和想象空间了。而这个时间点的赵丽颖和赵丽颖的这部剧，实际上跟树干如龙、如龙树干也是脱不了关系的。说到这儿，您信吗？这部剧的剧情解释在此我也就不用多说的了，因为喜欢挑战硬核的我已经是聊过了无数次的了。幸福大玩家是根据经典长篇小说《秋菊传奇》改编而来的当代都市剧，而且入选了重点扶持项目。请注意，重点扶持项目是一个官方拍板祝福满满的关键词来的。这种的关键词对王炸弟弟王一博而言，也是不要太多的那一种。这不，又红又专的电影报副总编张晋峰又在党媒央视神侃了一番王一博了。那么到底是他在狂蹭王一博的流量呢，还是在力捧王一博的
演技呢？答案是与前者有关，与后者无关；与政治有关，与主流有关。所谓在商言商，这个电影报的大编辑故意烧上王一博，其实也是有道理的。如果不吹电影的话，其实也没有什么可另外吹的了。而刚刚好是2022年，正正是王一博电影圈正式开挂的元年来的。所以呢，这个党媒大编围绕王一博所展开的那些话题，即便干货不多，废话不少，其实也还是有亮点的。首先，在他的嘴里，新主流电影作为树干如龙的代表，主要集中在了主流献礼片。而这种主流献礼片可不简单，它是凸显中华文化底蕴的作品，是代表国人情怀的作品。而且他还重点暗示说，今年的黄金档期都是主流献礼片的主场来的。这种暗示其实并不容易被人消化到，被人理解到，因为众所周知的，吃瓜群众们也都是图个乐而已，没人会想太多的。说到这，最让粉丝们不明所以，也最翘首期待的，就是这次官媒访谈当中，张晋峰特别提及到的那些称得上是树干如龙的高光作品了。其中就包括已经拍摄完毕的《惊天救援》和《无名》，以及正在筹拍当中的、正在拍摄当中的《中国乒乓》、《长空之王》等等，都是所谓树干如龙的重点项目来的。那么这些树干如龙、如龙树干的新名词儿，到底都是一些什么鬼呢？你又觉得新湖大玩家这个重点扶持项目跟树干如龙的距离又有多远呢？今我独家总结出来了3个要点，您一定要特别的留意一下。这3个要点就是终极解惑的关键钥匙所在了。说实话，新湖大玩家跟今年新主流倡导的树干如龙的距离其实很近，但是呢也很远。按理说，赵丽颖化身的何幸福勤劳勇敢、聪明正直、性格坚韧，是妥妥的新时代年轻女性的榜样来的。这种新时代女性的塑造也妥妥的跟树干如龙的距离，甚至跟王炸弟弟的正气形象很接近。而且呢，赵丽颖本尊就是在河北廊坊土生土长出来的农村人来的，她的真实的原型就是妥妥的凭借着自己的不辍努力，一路艰辛打拼出天地的原装励志人版来的。有意思的是，娱乐圈有些同样是农村出来的小花们，偏偏就喜欢把自己打扮成为完全不食人间烟火、十指不沾阳春水的白莲花人设。这其实很诡异，也很离地。向来都是英雄不问出处的赵丽颖，相比之下就特别的够出位、够打的了。她对自己的出身从来都是不自卑、不避讳，而且总能够无比真诚的去接受它，去接受自己，去感恩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包括以前的所有。所以赵丽颖即便成名之后，依旧经常的回到自己的老家干农活、修路等等，算是牢牢的绑定住了各种何幸福上身的十足接地气的树干形象了，大树形象。
他的坦坦荡荡无疑让不少人汗颜不已。因为倒数100年的话，谁的祖辈不都是出自于农村的呢？要说千百年来的中国，可一直都是农耕社会来的。说到这，赵丽颖距离官媒所倡导的所谓的树干如龙的新时代要求，似乎应该是更近了吧？或许您听完新闻我独家总结出来的3个要点，就会彻彻底底的明白了。要点1就是我反反复复铁口过的，今年就是红砖年，就是证据年来的。一切非红剧都要靠边站了。央视这回故意的提到新主流，其实就是大一统，所谓时代证据的大一统。相对的，旧主流的那些古偶剧、青春剧、耽改剧、爆红剧，都别想得到一只眼开一只眼闭的国家的祝福了。要点2，王一博的无名通过这番党媒轰炸式的推荐，已经正式成为了重磅主流献礼片了。在这里请注意，这先头相当的炸裂，请格外的留意，这个官方重新定义出来的新词汇，居然连续用了3个红色的词汇，也就是重磅、主流、献礼片。这3个词汇各自拆开来的话，各自的分量其实就已经是超级拉风、超级碾压的了，属于超纲词汇来的。可见举国之力的博纳中国胜利3部曲真的不是盖的。这跟新闻我原创出来的，也老是反反复复强调的主流加上顶流的新词汇，完全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说呢，中国的政治语言就是这么一种怪象的。也就是说，几个钢词儿结合在一块儿的时候，简单的解读压根儿就喝不出那一种语言 cappuccino 的味道出来。因此，在新闻我的眼里，今年的证据之王已经是完全肉眼可见的那一种了。要点3，让新闻我稍有些意外的是，在拍的那一部《长空之王》，居然也能够在所谓的如龙树干的清单当中。这部明晃晃力蹭主流的商业片，居然能够成功的戴上了新主流的皇冠。这不是因为王一博的缘故，又会是因为谁呢？难道是因为韩寒吗？很显然，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视角。老是语言不同的新闻我几次铁口过的，也就是王一博的政治任务了。要知道，王一博的政治任务不是普通人能够理解、能够看穿的。这实际上就是一种代价，一种顶流变现成为主流的最终的代价所在了。个中的干货，还是欢迎您自行的回顾一下本频道过往的那些硬核的视频。说到这，对比官方反反复复轰炸热捧的王炸弟弟王一博，您感觉王炸姐姐赵丽颖及其幸福到家在某种程度之上也符合最新的政治标准吗？在某种程度上讲，至少第一点是完全印证并且做到的了，对吧？说到这，真实的赵丽颖跟真实的王一博距离感倒是很近的。两个人都是流量正量担当，为人真实诚恳，从不虚假悬浮。要知道，真正优秀的人品
通常都藏在生活的细节当中。这也间接佐证了一点，也就是说，主流加上顶流双双都能够达标的艺人们，自身其实是没有差距感和距离感的。可是呢，事与愿违，一种差距感和距离感是人为的，而且还有两种之多，也就是说大号和小号之分。话说这部赵丽颖的转型之作《幸福到家》还没有正式播出呢，单单一个预告片而已，就已经被一大波黑心的网友们合力的攻击了。而且这场景很重复、很重叠，也很消极、很负面。例如这部剧集《壁铺》制作粗制滥造，占用公共资源，甚至有人还能上纲上线到了赵丽颖的演技了。例如说，大眼瞪大眼，五官齐飞，眨眼闭眼，张嘴闭嘴，左右脸一起抽动，浮夸至极。这场景这语调是不是让人相当的熟悉呢？正片还没有正式播出呢，这些人就已经恍如隔世，大发感慨的了。各种的送差评、送诅咒、送黑心，您在哪儿见过呢？说白了，拥挤的现在的这个娱乐圈，资源是有限的，蛋糕也是有限的。与赵丽颖同级别有竞争的那些八五花们更是不在少数。那些不敢打破自己舒适区，勇敢迈出转型第一步的人，很容易会对已经迈出第一步的，而且即将成功的人有所动作的。于是乎，对家对赵丽颖各种负面的纠缠和策略上的拉扯，是最直接的手段之一了。这跟几个月前的谁是凶手场景完全雷同，都是剧集还没有正式播出，负评就已经驾到了，甚至人还没有正式出场呢，演技就已经被贬损成渣子了。这种尬黑说白了是没有赢家的。那么为什么新闻我会这么说呢？难道对家不是赢家吗？不会受益吗？视角老是与别不同的新闻我只想说的是，赵丽颖损，八五花皆损。话说男性当中如日中天的王一博，很显然已经成为了 Z 世代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了。他的全能型，他的文体优势，他的独特风格，特别是他对于极致的追求，对于拼搏的理解，都极具现代年轻人的具象特质。这其实就是主流偏爱、资源倾斜的硬核的原因所在了。因此呢，不是说王一博主动去选择了正剧主流，而是主流正剧开始热衷于选择王一博了。说到这，还是新闻我的老话，懂的人自然懂，不懂的人刮皮也行。然而呢，另外一方面，那种人为的差距感和距离感，特别是大号的那一种，真的是让人望江兴叹，无可奈何了。说到这又是什么意思呢？现在这种所谓的树干如龙，如龙树干的新主流的说法，其实对赵丽颖们其实并不友好。请注意，党媒央视在新主流中特别提到了中国乒乓和惊天救援。中国乒乓是关于蔡振华带领丁松、马文革
王涛、刘国梁、孔令辉所组成的最强的男团，在天津世锦赛当中绝地反击的非常励志崛起的故事。而惊天救援则是一部满屏都奔跑着荷尔蒙的纯消防救援电影，是一部烈焰与臭汗一同浇灌出来的制霸新时代的纯爷们儿、纯英雄的电影。说的是您也就明白了吧。即便佟丽娅、韩雪这些背景相当有料的八连花，也都是这些新主流当中的装饰和点缀而已。请注意，树干如龙或者如龙树干的关键字就是其中的一个龙字。说到这，提醒到这，您到底看出来了没有呢？众所周知的，自古以来中华神兽当中，凤凰、麒麟、貔貅都是分公母的。前面呢是公，后面呢是母，也就是说凤、麒、貔都是公的，黄、麟、貅都是母的。然而龙呢？龙就不好意思了，只有公的，没有母的。因此呢，党媒官媒一致创新出来的，并且是万分肯定的树干如龙，或者说如龙树干的说法，说白了其实就是男性才是新主流的新时代的背景话术来的。